元轩是大晋朝前中书公曹主事苏哲的嫡女，因父亲被构陷通敌，全家发配宁朔。元轩风寒高热，死在了流放路上。而现代双学位硕士苏幼卿加班时晕厥，一睁眼就穿到了这具身体里。装什么死？赶紧爬起来走！再磨蹭就把你扔在这喂狼。行了，他刚醒，还两步也不碍事。我能走。哼，还挺硬气。我告了宁顺，有你苦头吃。小姐，你终于醒了，你都晕了大半个时辰了，吓死奴婢了。我没事，别哭，省点力气。离宁朔还有多远？还有30多里路。差役说天黑前必须赶到前面的破庙落脚，这一带常有马匪出没。把钱财都交出来！敢反抗的，别怪刀下无情。普通的戍卒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身手？他到底是什么人？父亲被勾陷通敌，特意留下这半块虎符，肯定藏着线索。这趟流放远比我想的复杂。哟，苏大小姐还活着呢，我还以为你昨天死在马匪刀下了，真是可惜。你怎么说话呢？老柳姑娘挂心，我命硬，死不了。倒是柳姑娘有功夫在这儿说风凉话，不如想想接下来的日子怎么过。宁朔荒城条件艰苦，娇生惯养的人怕是撑不了几天。哼，你少得意，不就是被个戍卒救了吗？真当自己有本事了？我告诉你，这破庙里粮食和水都不多，你要是肯好声好气求我，我就分你半块干粮，怎么样？昨天多谢你救了我，我叫苏幼卿，还没请教恩公大名。阿彻，阿彻大哥，救命之恩我日后定会报答。那里能吃，下面有水。多谢阿彻大哥提醒。小娘们挺有本事啊，居然在这地方弄出吃的。谁呀？吃的归我们，你们俩陪我们哥几个坐坐，哥就不为难你们，怎么样？你们想干什么？滚！都听好了，进了自己找地方落脚。城首府不管你们死活，安分守己，种粮交产。敢惹是生非的，直接罚去做苦役。你站住！入城要登记查验。你们俩的随身物件呢？我们的东西路上就丢了。再说别人都不用查，凭什么只查我们？我说要查就要查，拿不出来就不许进城，自己在城外自生自灭。他们俩的配额算在我名下。阿彻兄弟，你那点配额自己都不够吃，还要匀给2个人。我的粮我乐意，怎么不行？行行行，你说了算。进去吧，进去吧。阿彻大哥，又谢谢你了，粮食我一定会还给你的。先活下去再说。阿迟，这个人情我记下了，我不仅要活下去，还要活得好好的。娇滴滴的大小姐也来住窑洞，我这窑洞半袋粮食1个月，先交粮再住。半袋也太贵了，这破窑洞四处漏风，怎么值这么多？哼，嫌贵嫌贵别住啊！这宁朔城就我这儿还有空窑洞，你们不住，有的是人住。半袋粮食我没有，但我可以跟你做个交易。交易？你一个身无分文的罪女，能跟我做什么交易？我能让你手里的薄田产量翻1倍，这窑洞免费让我们住3个月。3个月后，我不仅给你半袋粮食，还教你种地的法子。哈哈，产量翻1倍！小姑娘，你知道这宁朔的地有多难种吗？我种了10几年，收成就那样，你说翻就翻。你可以试试，做不到我立刻搬走，绝不赖账。做到了，我们按约定来，对你来说稳赚不亏。行，我就信你一次。要是3个月后做不到，别怪我赶人。小姐，这秸秆、落叶混着羊粪沤出来的东西，真的能让地变肥吗？这叫堆肥，腐熟以后就是最好的肥料，能改良土壤肥力。咱们这地太贫瘠，光靠原土种不出好菜，
苏有清，你这是在干什么啊？弄得一身泥巴巴的，真是丢我们官宦人家的脸。我们种地关你什么事？总比有些人天天游手好闲，等着坐吃山崩强。种地就这破荒地，能种出什么来？我看你们就是白费力气。要是实在饿得不行，就来求我，我赏你们2口干粮吃。就不劳柳姑娘费心了，等我的菜长出来，只怕柳姑娘想吃，还得花钱来买。就你这破地种出来的菜，白给我都不吃。苏有清，你别白日做梦了。是不是做梦？柳姑娘过段时候就知道了。没事的话就请回吧，别踩坏了我的地，到时候赔起来，柳姑娘怕是舍不得。你给我等着，我看你能得意多久。想种菜赚钱，我偏不让你如意。小姐，不好了，咱们的菜地被毁了。这也太损了，往地里撒盐，这是要把地彻底毁了呀！这一带也就柳家那丫头跟你不对付。眼里还没画透，脚印也还清晰，人没走多久。春桃，跟我走。好。哟，这不是苏大小姐吗？怎么有空来我这儿了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是不是菜种不活，来求我帮忙了？柳溪，我地里的菜苗是你毁的吧？你胡说什么啊？凭什么说是我毁的？我昨晚一直没出去过。哼，没出去过？那你鞋上沾的黄土和草裂是从哪儿来的？我地里的土色和草种跟你鞋上的一模一样。您说到处都是黄土，凭什么说是你地里的？我地里刚撒了粗盐，你鞋缝里说不定还藏着盐粒，要不要脱下来验证一下？我也不为难你，毁了我的地，坏了我的菜种，你就用劳力抵偿。接下来20天，每天上午去我地里干活，翻地、补充、浇水，什么时候菜长好了，什么时候算完。不可能，我可是官家小姐，怎么能干这种粗活？不干活也行，那就赔我半袋粮食，再赔菜种钱。我猜你应该拿不出来吧？好，我干。明天一早准时到菜地，别想偷懒。谁让你们在这开荒种地的？王管家，这是新来的流民姑娘，开点荒地讨口饭吃。讨饭吃，在这宁朔城外，所有的地都是我们王老爷的。想种地也行，1亩地交2斗粮的地租，先交3个月的，不然就给我滚！按大晋律例，流民开荒前3年免赋税，3年后只交1成田赋，而且无主荒地，谁开垦归谁耕种，城首府都是认的。什么时候成了你们王家的私产了？律例在宁顺，我们王老爷的话就是律例。一个戴罪的流放犯也敢跟我顶嘴？要是王管家觉得我违法了，大可以去城首府告我；要是不去，就请回吧，别耽误我们种地。好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们王老爷不会就这么算了的。大彻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有事？我想跟你打听一下，城首府最近是不是在为军粮的事发愁？黑风寨最近在边境蠢蠢欲动，上面催军粮催得紧。宁朔土地贫乏，每年产量都不够，周城主正愁得睡不着觉。可不是嘛，周城主上个月还贴了告示，说谁要是能让粮食增产，必有重赏。可没人敢接，大家都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儿。多谢阿彻大哥，我知道了。你想干什么？我去见周城主，跟他谈一笔合作。苏有清，你说你有办法让粮食增产，还能解决军粮的问题？回城主，民女家中世代务农，自幼钻研耕种之法，懂得改良土壤、选育良种、兴修水利之术，能让粮食产量至少提升3成。若是方法妥当，翻1倍也并非难事。胡说八道！宁朔的地是什么情况，我们还不清楚。亩产1担都算丰年，你说翻1倍，简直是天方夜谭。苏有清，你可知谎报实情是什么罪名？耽误了军粮是要从重处罚的。民女愿立文书为证，3个月内，新开垦的荒地亩产达到1担半。好，我就信你一次。你想要什么条件，尽管说。第一，请城主将城南1000亩荒地划给民女带领流民开垦，前3年免赋税，3年后按律纳粮，优先供应军粮。第二，请城主先借一部分粮种、农具和耕牛给我们，等秋收之后，我们加倍偿还。第三，开荒期间，请城主下令禁止地方乡绅随意刁难、克扣流民，保证开荒顺利。没问题，这3件事儿我都准了。我现在就给你批文书，再调20兜粮种，
10套农具过去。要是你真能让产量翻倍，我不仅上奏州府为你请功，还赏你白银100两。多谢城主信任，民女定不辱命。真的假的？管吃管住，干满1个月还能领半袋粮？城首府都出告示了，还能有假？听说带头的是个苏姑娘，本事大着呢。各位乡亲，从今天起，咱们一起开荒种粮，只要大家肯好好干，我保证人人都有饭吃，人人都能吃饱饭。阿赤哥，你说这苏姑娘真能种出那么多粮食？她能。苏姑娘为咱们宁卓做事，我也尽一份力。这些农具虽旧，开荒还能用。多谢李相卓相帮，宁朔有您这样的乡贤，是百姓之福。敢抱城首府的大腿跟我们王大爷作对，哼！我看你能得意多久！断了你的水源，我看你怎么种！苏姑娘，不好了，上游的水被人堵死了。走，去看看。苏姑娘，不好意思啊，这河是我们王老爷的，现在我们家的地要浇水，就先把水截了。你们要是想用水啊，也行，1亩地交1斗粮的水费，交了钱就给你们放水。你们也太霸道了！这河是大家的，怎么就成了你们王家的了？在宁朔，我们王老爷说是什么就是什么，不交钱就别想用水。阿彻大哥，你对这一带熟，你知道附近哪里有地下水脉吗？那边地势低，植被比别处密，下面应该有地下水。以前也有人打过井，打出来的都是苦水，没法用。我有办法，能打出甜水来。这样，我们分2拨人，一波继续守着引水渠，想办法跟王家耗着，另一波跟我去打井。3天之内，我肯定打出水来。干！苏姑娘说能行，就肯定能行。对，我们跟着苏姑娘干。苏姑娘，都1丈多了，还没见湿土。别急，再往下挖2尺，肯定能见水。湿了，土湿了。太好了，真的是甜水。我们宁顺居然也能打出甜水井了。王乡爷，你以为断了河水就能难住我？这才只是开始。造孽呀！这是谁干的？这可是咱们花钱买的粮种啊！肯定是王乡绅的人干的，除了他，没人会这么阴损。咱们晚上有人守夜啊，居然一点动静都没听到，难道是内鬼？小姐，现在怎么办啊？农具坏了，种子也毁了，开荒进度肯定要耽误了。大家别慌，东西毁了，我们可以再补，但内奸不除，以后还会有更多麻烦。苏姑娘，你有办法抓住人？他既然敢混进来，就别想轻易跑掉。张叔，等会儿你出去故意跟大家说，城首府刚送来了第2批粮种，今晚就放在西边的空窝棚里，只留2个人守夜，声音大点，让所有人都听见。你这是想引蛇出洞？他毁了1批种子，肯定还想毁第2批，只要他敢动手，就能抓个现行。我带人埋伏在窝棚周围，他跑不了。来，这打早吧，2了，快说假轿子。等你很久了。说，是不是王乡绅派你来的？是，他说只要我毁了种子和农具，就给我半袋粮食。太缺德了，苏姑娘，咱们现在就把他送到城首府去，让州城禁止王乡绅的罪。送官当然要送，但不是现在。你有别的打算？既然王乡绅这么想毁我们的种子，那我们就送他一份大礼。想不想将功补过？想，姑娘，你说什么我都做。明天你回去告诉王虎，就说城首府送来了整整10吨粮种，后天一早会从西边土路运过来。压粮的只有5个城防差役，剩下的你不用管。好，都给我听好了，等会儿粮车过来，直接冲上去抢，把人打跑就行，别闹出人命，速战速决，抢了就走。知道了，虎哥。上！苏有清啊，苏有清，跟我们王老爷斗！好啊，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抢夺官粮，给我抓起来！王管家，这招请君入瓮，你还满意吗？苏有清，你阴我！这菜看着也太水灵了，怎么卖啊？白菜1文钱1斤，菠菜2文，西红柿3文，
都是今早刚摘的。给我来2斤白菜，再拿2个西红柿尝尝。哪儿来的黄毛丫头，敢在老子地盘抢生意？给他点颜色看看。你们干什么？走路没站稳呗。我说你这菜干净吗？别是脏水里种的，吃坏了人可赔不起。我的菜干不干净，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。二位故意撞翻菜摊，恶意造谣，是想找事儿？找事儿又怎么样？这集市不是谁都能摆摊的，想在这儿卖菜就得交保护费，不然你这菜别想安稳卖出去。城主，您怎么来了？我不来，怎么能看到你欺行霸市、敲诈百姓？不得，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小人错了，求城主饶命。苏姑娘种的菜是城首府和军营的专供菜，你也敢来找麻烦？我看你是不想在宁朔做生意了，罚你赔偿苏姑娘所有损失，按城规杖责20，以儆效尤。再敢欺行霸市，直接逐出宁朔。苏姑娘，你的菜品相好，产量稳，以后城首府和军营的蔬菜全由你专供。我让人批文书，以后你在集市做生意，没人敢找你麻烦。多谢城主厚爱，民女一定保质保量，绝不误事。小姐，咱们今天卖了快1两银子，有了专供权，以后生意肯定越来越好。这只是开始，以后我们还要开自己的菜铺。苏幼卿，你别得意，我不会让你一直顺风顺水的。苏姑娘，这东西真能冬天种出菜？宁松冬天滴水成冰，菜苗不得全冻死啊？张叔，这叫温室棚，里面比外面暖和10几度。冬天不仅能种白菜、萝卜，还能种西红柿、黄瓜这些夏菜。真的假的？冬天能吃上新鲜菜，那可太稀罕了，肯定能卖大价钱。等这批棚建好，我们就种越冬菜。等冬天别家没菜卖的时候，咱们的菜正好上市，还能卖到周边州县去。阿彻哥，你看那边穿灰衣服的，在这晃3天了，天天假装路过往菜店里瞅，肯定没安好心。盯着他，看看跟谁接头，大概率是王乡绅的人。要不要我上去抓起来问清楚？不急，抓了一个还有下一个，先盯着，摸清他们想干什么，提前做好防备。有我在，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他。终于等到你了。你不说也没关系，这药粉是什么成分，让城首府仵作一验就清楚。往菜地里下药，害的是几百流民和军营将士，这罪名够你重判的。你要是肯招供，指证幕后主使，我可以跟周城主求情，饶你一命，最多打几板子们发配重判墙。我说，是王管家让我干的。他说把药倒进水里，菜就会慢慢烂掉，人吃了还会闹肚子，到时候大家就不敢买苏家的菜了。这个王八皮心也太黑了。光有他的证词不够，王乡绅肯定会推得一干二净，说是下人自作主张。我有办法，明天放他回去，假装得手了，给王虎复命。我们的人跟着，趁机溜进王家库房，找到剩下的药粉，就是铁证。好主意，不仅要找药粉，还要拿到他偷税漏税、霸占田地的证据。这次新账旧账一起算。苏姑娘，你可太厉害了，连王香薰都被你扳倒了。是他作恶多端，罪有应得。城中守军满打满算300人，城墙多处坍塌，援军最快也要1个多月才能到。这宁顺怕是守不住啊。是啊，城主，往年黑风寨来犯，咱们都是紧闭城门等援军，可今年城墙破成这样，恐怕撑不了3天。城主，守不守得住，试过才知道。民女有3条守城之策，或许能解燃眉之急。苏姑娘，请讲。其一，征调全城青壮加固城墙，墙外挖3尺深的护城壕，埋入坚木桩与陷马坑，延缓马肥冲锋。其二，从流民中选拔青壮组成乡勇，由戍卒统一训练，暂时协助守城。其三，立刻传令城外村落百姓迁入城中，带走所有粮食牲畜，坚壁清严，不给匪众留下补给。好，就按苏姑娘说的办。即日起，全城防务由苏姑娘统筹，所有人听她调遣，谁敢违抗，按守城规矩处置。民女定不负城主所托。大当家，宁泽城看似不起眼，可如今存了至少半年的粮食。那苏幼卿搞的高产粮，收上来的粮食堆得像小山一样。哦，竟有这么多！何止啊！宁朔守军不过300，城墙破破烂烂，几千弟兄过去，踏平他易如反掌。只要拿下宁朔，整个夏天的军粮都不用愁了。那苏幼卿坏我好事，大当家一定要替我出气。放心，一个小小的宁朔，本当家根本不放在眼里。
等破了城，那苏右卿随你处置，粮食全归我们。传我命令，3日后集结全部弟兄，直取宁朔。是。苏右卿，我等着看你城破人亡的样子。这可不行啊！就这阵势，上了战场不就是送命吗？站好，前排持盾，后排持矛，10人一队，对正出列，盾手举盾，重心下山，矛手出矛，刺！这是边军最精锐的拒马阵，而且他练的法子比咱们戍兵营的还标准。他到底是什么人？阵型练熟了，守城够用，再做一批滚木落石，搬到城墙上。好，我这就安排人去做。阿赤，你以前是不是当过兵？以前在边军待过几年。小姐，黑风寨几千马匪，咱们真能守住吗？我听说匪众都特别凶。城墙加固好，有滚木60，有乡勇协助，撑到援军来没问题。而且有阿迟在。不好了！黑风寨匪众已经过了黑石峡，离宁卓不到50里了。明天一早就能到城下。大家别慌，城墙今晚就能加固完，滚木掠石都备足了。只要我们齐心协力，一定能守住宁朔。就这么点人，也敢守宁朔？给我冲！踏平城池！放滚木掠石！第一波应该能挡住，就怕他们后续还有招数。大当家，宁朔早有准备，硬攻伤亡太大，不如我们围而不攻。他们守军少，耗不了多久。等他们见识粮草耗尽，城池不攻自破。传令下去，全军围城。我就不信他们能撑到援军来。苏姑娘，他们这是要困死我们啊！箭矢滚木消耗得快，援军又没消息，这可怎么办？别慌，他们想耗，我们就陪他们耗，谁笑到最后还不一定。苏姑娘这招也太管用了，那帮肥枣子连续3天没睡好觉，一个个眼圈黑得厉害。只能拖延一时，解决不了根本问题。他们人多耗得起，我们耗不起。我带探袭摸出去过，他们的粮草全堆在后山营寨，守兵不多。你的意思是夜袭烧粮？粮草一烧，他们军心必乱，自然就退了。我带20个身手好的乡勇去，今夜就动手。不行不行，太危险了！匪众大营好几千人，你们20个人进去，不是羊入虎口吗？我有把握。一定要小心，我在城中等你回来。好。小姐，阿彻大哥一定会没事的。我知道。这背影怎么会这么熟悉？废物，全是废物！几千人守不住一个粮营，还让人家全身而退。大当家，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。粮草烧了，我们撑不了几天。当务之急是尽快攻城，只要拿下宁朔，里面的粮食足够我们补回来。传令下去，明日全军攻城，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破了宁朔。粮草烧得差不多了，他们撑不了几天。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擦擦吧。末将参见将军，真的是萧将军，您回来了。先退敌。萧彻，他居然在宁睡。苏有清，你居然勾搭上了萧彻。撤，先撤30里。萧将军，我还是阿春。罪臣萧彻，违抗政令，私掌兵权，命你即刻卸任，3日后押送回州府问罪。差官，黑风寨大军压境，萧将军一走，宁睡城必破，还请差官通融，等援军抵达再启程也不迟。哼，在下只奉公文办事，哪管城池守不守得住？萧将军，请接令吧。差官且慢，敢问差官是州府公文重要，还是边关万千百姓的性命重要？萧将军一走，宁朔必破，匪众便可长驱直入，这个失城的罪责，谁担得起？
大胆！你一个罪臣之女，也敢质疑州府公文？民女不敢质疑公文，只是怕差官担不起师承的罪名。本将可以回州府，但不是现在。3日之内，本将击退匪众，保住宁硕，之后自会回州府领罪。若差官不同意，城破之日，你我都难逃一死。好，在下就给你3天，3天后收不了兵，在下立刻押你回州府。萧将军，您不能走啊！您走了，匪众打进来，我们可怎么活？将军留下，守住宁硕。民心所向，你不该走。违抗政令是重罪，守不住城，全城百姓都是重罪。比起州府问责，击退匪众，护住百姓才是当下最要紧的事。至于罪责，等打退了匪众，我陪你一起担。好，诸位乡亲请起。萧某在此立誓，有我在一日，黑风寨休想踏进宁舍半步。李少尉，立刻清点城中粮草箭食，统计百姓存粮，统一调配，再登记所有轻装，分批上台值守，人歇防不休。是。烧了粮仓，宁俊就不攻自破。得手后去东门放信号，大当家看到信号就会全力攻城。什么人？动手！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吕姑娘，不好在流放地待着，跑来城里放火，胆子不小啊！我没有，我就是路过，你们凭什么抓我？路过，深更半夜路过粮仓，还带着匪众的腰牌和火镯子。押下去严加审问，查查城里还有没有同党。文伐林氏宗主林伯文，竟是他，竟敢通敌叛国，难怪援军迟迟不到，原来是他在背后搞鬼。将军，我们立刻把供词送回京城，上奏陛下。没用，林氏把持中书奏折根本送不到陛下面前，何况宁硕被围，信使根本冲不出去。当务之急还是守城，林氏通敌的事，等打溃匪众再说。而且这份供词或许可以反过来利用。怎么说？韩莽虽与林氏合作，但素来多疑，我们可以散布假消息，说林氏是故意借我们的手消耗匪众兵力，根本没想过真割让城池。韩莽生性猜忌，必然心生嫌隙，攻城也不会再这么动命。好主意，攻心为上，正好能拖延时间。是。这次多亏了你，我们一起守城，说什么谢不谢的。将军，不好了，匪众推着攻城坠过来了，西侧城墙快顶不住了。盾牌手列阵，堵住缺口，其他人扔葫芦。快，把城里的干草干柴都搬过来，燃扔下去，再烧滚烫的石灰水，顺着缺口浇。大当家，伤亡太大了，我们粮场本就不足，再耗下去顶不住，不如先撤，休整后再来。撤！我就不信攻不下一座破城。传令下去，加派云梯全军轮番攻城，我就不信他们不累。是援军，是我们的援军到了！李虎，点100精锐随我开城突袭，趁他们阵型未稳，打个措手不及，城上弓箭齐发，全力掩护。末将领命。你旧伤未愈，冲锋太凶险了。守住宁硕便不算凶险。等我回来。慌什么？他们就几百人，给我围上去！今日务必斩杀萧彻。集中所有火箭，齐射匪都后方粮车，快！将军旧伤本就未愈，又连日征战，耗损过甚，伤及肺腑，能不能醒过来，全看今晚这一关了。眼下只能先施针稳住伤势，辅以汤药续命。有劳大夫，务必尽力。药材不够就从我的份例里扣，无论如何也要保住将军性命。都怪末将没用，没能护好将军。现在将军昏迷，匪众随时可能再来攻城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慌什么？将军不在，防卫暂由我主持。传令下去，所有士兵分3班轮会值守，不得懈怠。把城中所有石块滚木都搬上城头，再架10口大锅烧沸汤，
箭矢不够就削木剑，磨尖竹片凑。是，末将这就去安排。等敌军靠近了再扔石块，浇沸汤。没有命令不许妄动。兄弟们，守住缺口，人在城在。青壮男子跟我搬土袋，扛木架堵缺口；妇女老人运送砖石，快！盾牌手列阵，弓箭手侧翼压制。将军，你怎么起来了？大夫说你需要静养。你一个女子都能守在城头，我岂能躲在后方？放心，我没事。将军，苏姑娘，不好了！匪中的后续粮草和工程器械都运到了，韩王下令，明日一早全军攻城，誓要踏平宁朔。匪中新到的工程器械都存放在东侧营寨，守卫虽多，但排布松散。我们派一支精锐小队夜袭东侧营寨，烧毁所有工程器械，在沿路留下标记，制造援军主力夜袭的假象。韩芒本就多疑，见工程器械被毁，必然会疑心我们大军已到，不敢再贸然攻攻。将军，末将愿带小队前去夜袭。你带50名精锐轻骑，要速战速决，得手后立刻撤回。我会在城头佯攻掩护你们。末将领命。希望他们一切顺利。放心，李虎跟着我多年，擅长夜袭，不会有事。擂鼓，全军呐喊，制造大军进攻的假象。兄弟们，跟他们拼了！杀一个够本，杀两个赚一个。李校尉他们被围住了，得想办法救他们。你伤势未愈，不能再冒险，我有办法。大当家，这怎么回事？宁朔怎么突然多了这么多守制？难道是援军主力到了？不可能，援军主力至少还有3日路程，定是萧彻虚张声势，想骗我们退兵。韩芒，我镇北军3万主力已到，你若现在退兵，本将可放你一条生路；若再冥顽不灵，今日便是你的葬身之地。萧彻，你少装神弄鬼，区区几千守军也敢诓我3万大军！大当家，不好了！后方发现大批骑兵，打着镇北军的旗号，正往我们这边冲过来。什么？传令下去，全军撤退，往北回撤30里。总算暂时守住了。友情，你真是我的福星。这个萧彻阴魂不散，传我暗令，假传公文召萧彻即刻回州府，沿途安排死士，务必除掉萧彻。是。从前这一片全是荒地，种啥都不长。苏姑娘来了才半年，竟变成了能打粮的好地，真是活菩萨呀！只要水利跟上，再选对良种，年年丰收都不是难事。等这条云水渠修通，下游1000亩荒地都能改成良田，到时候宁朔就再也不用愁军粮了。苏姑娘，京城传来消息，林氏假传公文，召将军即刻回州府述职，沿途驿站都被林氏的人把控了，怕是不安好心。他倒是动作快。萧彻旧伤未愈，此时回州府太过危险，你立刻派快马追上将军，让他绕走小路，避开驿站，再通知沿途暗卫，全力接应。另外，把我们这季的粮食清单整理出来，我要亲自进京一趟。苏姑娘，你要进京，太危险了。林氏正盯着将军，你去了岂不是自投罗网？我父亲的冤案在京城，萧彻的困局也在京城，躲是躲不掉的，唯有主动出击才能破局。进京的事太凶险，你不能去。林博文心狠手辣，你去了只会落入他的圈套。我不去，你一个人在京城更难。高产粮是实打实的攻击，我带着粮种和账册进京，面见陛下陈述利弊，既是为宁朔求名分，也是为我苏家翻案。何况我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，我懂的东西能帮到你。不行，京城不比宁朔，朝堂凶险远超你的想象。萧彻，我知道你想护着我，可我们是并肩的人，不是你一个人扛下所有。您说我能守住京城，我也能陪你一起闯。好，我带你一起进京，但你必须答应我，万事以自身安全为先，不可冲动行事。我答应你。肯定是有人故意搞破坏，这要是传遍了整个关区，1000亩良田就全毁了。立刻关闭上游水闸，
污染的取水全部引流到沸塘里深埋，所有水井单独取水，暂时不用取水，再派人暗中排查，最近进出屯田区的陌生人都一一记下来。哼，这个林博文的手伸的倒是快。我们不走官道，走太行山的小路。林博文在沿途布了不少人手，走官道容易遇伏。我们可以绕到清河县补给，那里的城主是个清官，素来不与林氏同流合污，不会出卖我们。将军，前方10里处发现不明身份的骑手，人数约20，正往我们这边来。所有人戒备，弓弩手上前。是谁派你来的？是林博文的死士，看来他是铁了心要在半路除掉你。他越急着杀我，越说明他心虚。我们加快速度，赶在他反应过来之前进京。小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小姐，这个拿好，保重。当年指证我父亲的3个证人，事后都离奇病逝了，死的时间太巧，分明是被人灭了口。林博文做事向来滴水不漏，想从明面上的卷宗找证据很难。不过我已经让人去查当年的工部旧历，应该很快就有线索。委屈你了，跟着我回京城，却要待在这儿被禁足的宅子里。这算什么委屈？至少我们离真相更近了一步。何况，陛下只是禁你的足，没禁我的。明天我打算进宫献两种，当面见见陛下。不行，林博文在宫里势力很大，你独自进宫太危险。我有分寸，高产两种是利国利民的好事。陛下素来重视农日，不会不见我。而且我只是个民女，林博文再跋扈，也不敢在宫里明目张胆对我下手。将军，苏姑娘，宫里来人了，传陛下口谕，宣苏姑娘明日进宫觐见。你就是苏幼卿。萧彻说你能让粮食亩产翻倍，可是真的？回陛下，民女不敢欺瞒。明朔千亩屯田，按民女的法子种植，夏粮亩产3担有余，账册和粮样都在这里，陛下可以派人查验。一派胡言！自古粮食亩产不过1担，你说3担，分明是欺君罔上。我看你是和萧彻勾结，故意谎报攻击，想骗陛下的封赏。陛下，民女是不是欺君，一试便知。民女愿立下文书，留在京城亲自指导种植，3个月后，若是亩产达到2市，民女甘愿领欺君之罪；若是达到了，便请陛下彻查当年工部主事苏哲通敌一案，还苏家清白。你倒是敢提条件，你就不怕赌输了，人头落地？民女对自己的种植之法有信心，何况为父洗冤，民女纵死无悔。陛下万万不可！她一个罪臣之女，怎配让陛下为她翻案？这分明是借机生事。好，朕便准你所请。御花园旁有100亩良田，划给你种植。3个月后，朕亲自去验看。若是真如你所说，亩产翻倍，朕便重审苏家旧案。若是你敢欺君，数罪并罚。民女遵旨，谢陛下恩典。怎么样？陛下有没有为难你？没事，陛下答应让我试种100亩良田，3个月后验成果。若是成了，就重审我父亲的案子。林博文肯定不会让你顺利种成。那100亩田看似恩典，实则是个烫手山芋。我知道，但这是目前唯一的机会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他有什么招数，我接着就是。太过分了，分明是林博文故意搞的鬼。这盐碱地怎么可能种出粮食？3个月后怎么交差啊？别急，盐碱地也不是种不了粮食，我有办法改良土壤，还有耐盐碱的作物品种。林博文想以此难住我，没那么容易。还敢看呐？我听说这女人用旁门左道种出来的粮食，看着好，吃了会闹肚子，还会伤身。可不是嘛，好好的地怎么可能亩产3担？肯定是用了作假的法子。诸位，大家要是不信，大可走近了看，我种的粮食用的都是寻常堆肥和良种，没有任何旁门左道。旁边的菜槽里种了青菜，我现在就摘了煮给大家尝，有没有问题？大家一吃便知。就是普通青菜的味儿，清甜的很，哪有什么问题？就是，我看就是人故意造谣，人家姑娘有真本事。二位怎么不吃啊？方才不是说我的粮食有问题吗？现在不敢尝了。小姐，
太好了，终于成亲了。林博文不会就这么算了的，接下来肯定还有别的招数。找到了当年苏家旧案的亲历者，工部退休的老书吏吴先生，他手里还保留着当年卷宗的草稿副本，能证明卷宗被篡改过。人现在在哪儿？安全吗？在城外的庄子里藏着，很安全。他说当年亲眼看到林氏的人篡改了苏大人的公文，还逼他不许声张。这些年他一直心里不安，愿意出庭作证。太好了，终于有线索了，明天我们就去见他。当年林宗主想贪掉边关的20万石军粮，就把罪名栽到了你父亲头上。你父亲不肯同流合污，就被他安了通敌的罪名。唉，是我没用，当年不敢站出来。吴先生肯站出来，已经是帮了大忙，多谢您。萧彻，不好，有杀手闯进来了，目标是吴先生。小心，林宗主他不会放过你们。他是想杀人灭口，再嫁祸给我们。林博文这步棋够狠，人正重伤，凶器还指向我，这下我们反倒有嫌疑了。苏娘，林大人那边又放话了，说您勾结萧将军，又是杀人又是欺君，等验粮之日就要治您的罪，您可得小心啊。身正不怕影子斜，他越是急着跳脚，越说明他心虚。苏姑娘，查清楚了，杀手是林府豢养的死士，昨晚藏在城西的破庙里，我们还找到了他换药的金疮药，是林府独有的药方，外面买不到。光有物证还不够，得让他自己露出马脚。小姐，吴书吏没有死，只是重伤昏迷，醒来后就要进宫面圣，指证幕后真凶林宗主。林宗主的暗心腹杀手也被暗卫抓到了，当场审问，心腹扛不住盘问，很快就招了，承认是林宗主派他杀人灭口，还供出了林宗主篡改卷宗、贪墨军粮的不少事儿。不错，小姐，太好了，有了这份供词，就能证明将军的清白，还能告林宗主一状。不够，林博文经营多年，党羽众多，一份心腹的供词扳不倒他，我们还需要更硬的证据。是麦瘟病，传染性极强，这要是传开了，整片田都得绝收，肯定是有人故意撒的病孢子。别慌，麦瘟病不是治不了，把发病的麦株全部拔掉，集中烧掉，绝不能留，剩下的用草木灰和石灰水混合，喷洒在草苗上，能遏制病害扩散。苏姑娘，这麦子受了病害，产量肯定要受影响，到时候要是达不到两治，林博文肯定会借题发挥的。达不到也没关系，我们还有后手。下次密会的时候，提前埋伏好，务必拿到他们通敌的密信，这才是扳倒林博文的关键。有情，再坚持一下，很快就结束了。陛下，臣早就说过，此女妖言惑众，欺君罔上，今日验粮，定会让她原形毕露。回陛下，第一亩产粮1担8斗。陛下您看，他根本就是欺君，连2担都达不到，之前说的3担全是谎话。臣奏请陛下将苏幼卿与萧彻一同治罪。林宗主别急，这只是普通田地的产量，我还有半亩试验田，是用新方法种的，陛下可以让人收了称重。故弄玄虚，半亩地能有什么花样？回陛下，试验田则算亩产3段2斗。好，好啊，真的有3担多。林宗主，现在你还觉得我是欺君吗？陛下，半亩试验田做不得数，定然是他偷偷换土造假，欺瞒陛下。林宗主若是不信，大可派人查验整片田地的土壤，百亩盐碱田皆是一样。试验田只用了新的垄耕堆肥之法，其余田地再过半月，产量同样能提上来。陛下，臣有人证物证，可证林博文篡改卷宗，构陷忠良，杀人灭口。带上来。老臣当年是工部书吏，亲眼见林博文派人篡改苏大人的军粮公文，贪墨20万吨边粮，反倒栽赃苏大人通敌。这是当年的草稿副本，请陛下明察。陛下饶命，是林宗主派小人去的，府中密室还有账本，记着这些年贪墨的银两。一派胡言，都是你们串通好陷害老臣。押下去，三司会诊。苏姑娘献粮有功，暂居驿馆听风。陛下，萧彻手握兵权，与罪臣之女勾结，伪造证据构陷老臣，分明是想把持朝政，意图不轨。臣已派人查抄林府密室，
摊墨账本、往来书信都已带到，是不是构陷，一看便知。林博文，你还有何话讲？这都是伪造的，陛下明察。陛下，林宗主说摊墨的20万担军粮藏在城外的秘密粮仓里，现在去查，一验便知。御林军即刻去城外查粮仓。禀圣上，找到3座装满粮食的粮仓，数目与账务分毫不差。陛下，黑风寨素来与林氏有勾结，此次定然是林党余孽通风报信，想劫狱救林博文。陛下，臣愿即刻返回宁朔，领兵击退匪众，顺道查清林氏通敌的罪证。好，朕准你官复原职，总领镇北军，即刻赶赴边关。苏有清改良两种有功苏家冤案平反诏杀，追封苏辙为工部侍郎。朕封你为宁朔县主，赐良田1000亩，可自行处置宁朔屯田事宜。臣女谢陛下恩典。此去边关凶险，你们万事小心。平定匪患之后，再将林氏通敌的证据一并带回。苏家终于沉冤得晓了，多亏了你。只是黑风寨来势汹汹，宁朔那里怕是要有一场硬仗。有我在，定护宁朔周全，也护你周全。将军，3天前黑风寨突然来袭，守城士兵伤亡惨重，周城主带着残兵退守县衙，还在拼死抵抗，匪中有4、5千人，城门被他们占了。将军、县主，你们可算回来了！匪众进城后烧杀抢掠，百姓们都苦不堪言，就等着你们回来救大家呢。张叔，城里的粮草和水源还安全吗？粮仓被匪众占了，好在地下水井都还能用，县衙那边存了点粮食，撑不了几天了。李虎，你带一队人夜袭西门，制造混乱，吸引匪众主力。我带精锐从密道进城，会合守军，里外夹击夺回城门。我跟着进城，安排百姓疏散，还要想办法毁掉匪众占的粮仓，断他们补给。好，你务必跟在我身边，不可乱跑。小彻，没想到你居然自投罗网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想取我性命，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所有人往粮仓方向退！我进粮仓，正好把你们活活烧死！给我放火！韩莽，谢谢你帮我们点火，这粮仓送给你了。将军，要不要追？穷寇莫追，先肃清城内残匪，安抚百姓。将军，在匪众遗留的行囊里，搜到了这个。传我命令，乘胜追击，直捣黑风寨。将军，黑风寨地势险要，硬攻伤亡太大，咱们不如围起来，困死他们。不行，寨中存粮够吃半年，耗不起。而且林党余孽若得知消息，定会暗中接应。我看过地形，山寨后山有一条废弃的引水渠，直通寨中粮仓。我们可以正面佯攻，派小队从引水渠摸进去，烧了粮仓，再里应外合。县主这主意妙啊！就按你说的办。我也跟着去。引水渠年久失修，得懂水路的人带路才安全。太危险了，你留在城里主城重建。我不去，小队容易在渠里迷路。放心，我会保护好自己。不好，有埋伏！将军，这么下去不是办法，伏兵在暗处，我们太被动了。顿守列阵，稳步后撤。不用退，左边山坡有滑坡带，土质松软，我们可以挖开土层，用泥石流冲散伏兵。好办法，走。县主，你也太厉害了，这都能想到。只是懂点地形知识而已。后山的云水渠入口在哪儿？在那边，入口被杂草盖住了，很隐蔽，应该没人把守。李虎，你带50人，随县主走云水渠，3更时分，以火光为号，火烧粮仓。我带人在正面佯攻，吸引他们注意力。不好，韩帮肯定发现我们了，故意开闸放水，
水流越来越急，脚下湿滑难行，再往前走很可能被冲走。左边有个侧洞，是当年的检修口，先躲进去。县主，现在怎么办？渠被淹了，过不去啊！这洞壁后面是空的，应该连着寨中的排水道，挖开它，我们就能绕去粮仓后面。点火！萧彻，我没事，别担心。萧彻，你敢烧我粮仓！萧彻，放下刀，带着你的人退下山去，不然我立刻杀了他们！韩莽，你放了百姓，我们放你走。黑风寨已经破了，你就算杀了他们也没用，不如换自己一条活路。哼，你当我傻？放了他们，我还能走得了？你身后有密道，你本来就打算从密道逃，带着人质反而累赘。放了他，我们不追。你看，密道那边起火了。你耍诈！对付匪寇，何须讲信义？将军，有了这些证据，林本称必死无疑。报！林博文越狱了，他的同党劫了天牢，正带着心腹往边关逃，想投奔黑风寨。他居然敢逃！将军，我们立刻下山设卡拦截。他还不知道黑风寨已破，大概率会往这边来。东西两条山道是必经之路，我们可以守株待兔。正合我意。李虎，你带2队人马分守山道，见到人立刻放信号，其余人整理政务，准备押解韩莽返程。右青，你带着伤员和百姓先回宁朔，路上注意安全。我跟你一起设伏。林博文心机深沉，万一绕路走荒径，我能帮着研判地形。宗主，再走30里就到黑风寨了，有韩大当家接应，咱们就安全了。等见到韩莽，立刻让他发兵打宁朔。我要萧彻和苏有血债血偿。宗主，不好了，黑风寨被萧彻攻破了，山上全是官兵，正到处搜您呢。不可能！宗主，黑风寨没了，我们无处可去啊！去宁朔，城里还有我们林氏的旧部，只要里应外合，宁朔就是我们的。将军，城里最近确实不对劲，几个林氏旧部频繁暗中聚会，形迹可疑。我派人盯着了，但没拿到实据，不好贸然动手。林博文肯定潜进城了，或是在城外等接应。他想靠旧部里应外合夺城。这几处是当年林氏的私产，可以先从这儿查。将军，接到了飞剑传信，对方约定3日后午夜接应。将军，咱们直接带兵抄了旧宅，把人全抓了。打草惊蛇没用，既然他们定了时间，我们将计就计，等林博文现身，一网打尽。还要加派粮仓军械库的守卫，防止他们声东击西，提前通知百姓夜间闭门，避免误伤。就按这个部署，3日后午夜，你想办法打开西门，放外面的弟兄进来，先占粮仓和军械库，再拿下城首府。事成之后，你就是功臣，荣华富贵享之不尽。好，宗主，萧彻精明得很，会不会有防备？哼，他以为我还在往黑风寨赶，绝不会想到我已经前进宁朔了。等他反应过来，城池早已是我们的。萧川、苏有清，你们毁我林氏100年基业，我要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。你是谁？我从没见过你。谁派你来的？往粮里放的什么？是蒙汗药，他们想迷晕守卫，里应外合占粮仓，把人押去城首府，立刻更换所有粮仓守卫，加派双倍人手，每袋粮食都仔细核验。宗主，守卫都被迷倒了。哼，萧绰也不过如此。传令登城。林博文，你等的人早就被拿下了，还不束手就擒？撤！林宗主，往哪儿逃？勾结匪寇，构陷忠良，越狱谋逆，桩桩件件都是恶行，你逃不掉的。我林氏100年基业，居然毁在你们2个小辈手里，我不甘心！想死没那么容易。将军和县主此次立下大功，等奏折递上去，陛下定然重重有赏。保境安民是分内之事，
当务之急是安抚百姓，恢复生产，清理林氏遗留的田产商铺。林氏占的良田可以分给流民耕种，另外趁农闲，我想修通宁朔到周边招县的官道，再建驿仓和医馆。主意是好，只是库银不太够。此战缴获的斐地赃银全部充公，不够的部分，我上造朝廷申请拨款。报，圣上召见。将军、县主，你们可一定要回来呀！宁朔的百姓都等着你们呢。大家放心，事情办完，我们一定回来。将军一路保重，宁朔交给我，二位放心。有劳周城主。等收完封赏，我们就回来。你想修的官道、建的医官学堂，都慢慢实现。好。萧彻平定匪患，守土有功，晋封镇北公，赐10亿千户。苏有清改良2种，驻守边关，加封宁朔郡主，赏黄金100两。还有一桩喜事，朕听闻你二人并肩作战，心意相通，今日便做个媒人，将苏郡主赐婚于镇北公，择吉日完婚。郡主，马上就要大婚了，您怎么还愁眉苦脸的？将军都安排妥当了，肯定是京城最风光的婚事。暗卫查到了，林伯文的侄儿林睿带着余党藏在城外，打算大婚当日混进宋清队伍行刺。他们倒是会挑日子，越是喜庆的时候，越容易松懈。放心，府里府外都布好了人手，我打算将计就计，放松门吏引他们进来，一网打尽，永绝后患。好，大婚之日轻于念，也算个特别的纪念。首领，萧彻防备森严，混进去不容易，得手了也难脱身。谁跟他硬碰硬？我早买通了府里的杂役，在喜堂柱子下埋了火药，等拜堂的时候一声响，所有人都得陪葬。等炸了喜堂，趁乱我们就出城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令主后有火药，快拦住他！不可能！你们怎么会发现？从你混进京城的那天起，就已经在我们的监视之中。还有炸药。将军、郡主，库房门锁被人动过手脚，里面好像有东西。太冒险了，下次不许冲在前面。没事，来得及。这群逆贼简直丧心病狂，连婚房都下毒手。带下去严加审问，看看还有没有同党。报告将军，北境部落趁京城动荡，又开始在边境滋扰生患。什么？陛下，他们就是看准了我们刚清剿林党，朝局不稳，才敢趁机作乱。若不派兵镇压，恐怕会酿成大患。镇北公，你怎么看？臣愿领兵北上，平定边境之乱。北境各部落看似联合，实则各怀心思，只要分化击破，不难平定。好，朕命你为北征大元帅，择日出兵。陛下，臣女愿一同前往，边关屯田、后勤补给、工事修建，臣女都能出力。边关苦寒凶险，你刚大婚就要随军出征？臣女是宁朔郡主，守土有责，何况有臣女在，能保障军粮供应，修筑防御工事，助大军一臂之力。好，朕准你同行，负责大军后勤与营建工事。传令下去，先锋营放慢速度，小心两侧有伏兵。将军，果然有埋伏！顿守列阵，护住粮草和郡主，所有人往开阔地撤。左边山坡有缓坡，树林密，适合撤退；右边是悬崖，不能去。先锋营开路，往左边树林撤。粮草是大军的命脉，不能丢。我带精锐回去接应，你留在这里守好大营。将军，我们被围死了，再这么下去撑不住啊！结援阵，死守待援。有办法了，上游有座山塘，挖开堤坝，山洪顺着山谷冲下去，正好能冲散敌阵。郡主，山塘年久失修，万一挖不好……没时间犹豫了，带20个人跟我走，按我标好的方位挖，半个时辰就能决口。
又让你冒险了。幸好赶上了，敌军主力未损，硬拼伤亡太大，不如用反间计。我知道你们是被完颜部胁迫来的，完颜部抢了最多草场牛羊，却让你们打头阵当炮灰，值得吗？等完颜部得了好处，第一个要吞的就是你们达哈部。完颜老贼竟敢骗我们！郡主这招也太妙了，让他们自相残杀，我们坐收渔利。完颜部实力最强，等他们打得差不多了再出手，能少死很多弟兄。全军出击！追！直捣完颜部王豹，一举平定北境。萧彻，你敢往前一步，我就杀光这些人质！他们的帐篷遇火就燃，我们在下风口用湿草烧浓烟，熏得他们睁不开眼，再趁机救人。好主意。捂住口鼻，不许乱！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草原人不怕死。我们不要你们的命，只要归顺大境，开放户市，用牛羊换粮食、布匹和农机，安稳过日子，何必年年打仗？本将可上奏陛下，在边境设户市，公平交易，但再敢进犯边境，定不轻饶。我愿归顺大境，永不犯边。以后这里会有集市，有良田，再也不用打仗了。有你在，就都会实现。将军、郡主，你们可算回来了！连下3天暴雨，云水渠溃了3处，南边3个村子全被淹了，山体还滑了坡，压塌了不少房。大家别慌，当务之急分3件事：第一，搭建临时窝棚，安置百姓，先保证吃住；第二，立刻组织青壮抢修堤坝，先堵上溃口，再挖分洪渠引流；第三，把被淹的水井全部封了，统一烧开水喝，防止闹瘟疫。李虎，调军兵参与救灾，维护秩序，再调军粮赈济百姓。周城主，你负责登记灾民，分发物资。郡主，河水涨得太快了，土袋根本垒不住。别堵了，放弃主溃口，在旁边挖副渠分洪，把水引到西边的沸塘里。主口这边用木桩打桩，填碎石和夯土，比纯土袋结实。所有人按郡主说的做，分2队，一队挖分洪渠，一队打桩填石。堵住了，终于堵住了！郡主真是我们的活菩萨呀！这只是临时堤坝，等水退了，得重新修坚固的石堤，还要多修几条分洪渠，以后再遇暴雨也不怕了。报，有几个百姓上吐下泻，发起高烧，疑似染上了食欲。是水不干净引发的肠胃病，再拖下去怕是要传开来。眼下药材不够，很难控制。把患病的人单独隔离，所有饮用水必须烧开才能喝。窝棚周围撒生石灰消毒，事前备后要用皂角洗手。去把咱们带的草药拿出来，按方子熬大锅药，所有人都喝1碗预防。再教百姓们用开水烫洗衣物，病人的东西单独放。是。多亏了郡主懂这些，不然咱们怕是要遭大殃了。可不是嘛，跟着郡主，再大的坎儿都能过去。这地都泡坏了，板结的厉害，今年肯定种不了东西了。是啊，这地得养1年才能缓过来，咱们今年的口粮怕是要成问题。不用等1年，咱们先挖排水沟，把雨水排干净，再撒一层草木灰和腐料的堆肥，深耕一遍，就能改良土壤。种不了主粮，就先种速生的青菜、萝卜和荞麦，2个月就能收，先接上口粮。排水沟就按这个深浅来挖，堆肥和泥土按3成比例拌匀就行。真活了，居然真的种出来了！郡主也太神了，我就知道郡主有办法，这下不用饿肚子了。等这茬收了，就种晚稻和杂粮，今年的收成未必会差。朝廷拨了赈灾款和建材，让你全权负责宁朔灾后重建，可大可小的新城规划终于可以落地了。太好了！郡主，
这规划也太周全了。要是真建起来，咱们宁硕可就真成塞上明珠了。郡主，规划是好，可食材和木料不够，工期也太长了，而且北边多风沙，普通房子不结实。我想好了，房屋用夯土加砖石结构，外墙抹混了草金的灰浆，防风又保暖。石料不够就烧砖，附近的粘土正好能用。建砖窑烧砖又快又省。砖窑建在南边，靠近粘土矿，再修一条官道，连通护市和屯田区，运输也方便。军营和城墙也一并加固扩建，我调军兵参与营建，能省不少人力。想建的都慢慢建，有我在。我们一起把宁硕建成最好的地方。郡主，将军，这铁矿品位极高，煤层也厚得罕见，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好矿脉啊！这下可好了，有了煤铁，咱们自己就能打农具、修水利器械，再也不用花大价钱从关内运了。郡主，开矿冶铁可不是小事，咱们没人懂新式采矿法子，竖井容易塌，裂铁也出不了好铁，弄不好还要出人命。这些都有办法，矿井挖斜井，分层架木支护防坍塌，井底装龙骨水车排水，安全得很。冶铁用竖炉炼法，加石化石去杂质，出的铁又韧又快。东山坡地开煤矿，西边山谷开铁矿，山下建平房做冶铁坊和模具坊，中间修碎石路连通官道，运输也方便。我调一队戍兵值守矿场，再拨军银做启动资金，人手不够就招募流民，工钱管够。郡主，不好了，井底透水了，再挖下去井壁非塌不可。要不换个位置重新开井，这地方水太多，太危险了。不用换，这是浅层地下水，排干净就没事了。工匠按图纸赶制3架脚踏龙骨水车，架在井口接力排水。矿工在井壁打上交错木桩支护，每隔1丈架一层横梁，牢牢撑住土层。井底挖一圈排水沟，水都引到积水坑再抽走。每天下井前先通风半个时辰，查完湿户再动工，安全第一。郡主这法子也太管用了，比咱们老矿工的经验还厉害。不对，少了3把断铁锤，这支护木桩怎么也被人撬松了2根。好铁比关内买回来的还结实，用这个犁地至少能省1半力气。郡主这竖炉炼法真神了，出铁速度比老法子快3倍，铁料还纯。照这个进度，1个月就能打出上百套农具。各位叔伯，这梨黄坚固耐用，保用半年，价格公道。去，到处跟人说苏家工坊的铁是碎铁熔的，看着光亮，用2次就断。再把咱们的货降价1半卖，我就不信挤不垮他们。各位乡亲可别上当，便宜没好货。他们那铁看着亮，实则是边角料熔的，离2天硬土就得断。我这都是近地好铁，虽贵一点，但用10年都不坏。好不好用，试过就知道。哪位乡亲愿意上来试试？好使，真比我家旧犁省力多了。我家农具保用1年，断了裂了免费换新。王掌柜说自己的铁好，敢给这个承诺吗？现场残留着煤油气味，显然是有人故意纵火。郡主，肯定是王掌柜那帮人干的。昨天刚折了他们的面子，夜里就来放火，太缺德了。将军，末将这就带人去把王掌柜一伙抓起来审问。他们的人早跑了，抓他没有实证，先查现场，收集证物。烧了就重建，这次工坊全建砖石结构，四周挖防火渠，修储水池，比之前更结实。郡主带我们过上好日子，我们绝不能让工坊倒了。郡主，不好了，矿井被人灌了水，整个斜井都被淹了。李虎，你带一队人去查封王掌柜的商铺，人赃并获直接收押。我带精锐去城西黑石寨，端了那伙受攻的山匪。末将领命。工坊和矿场这边我来安排。矿井积水用多级龙骨水车接力抽排，再加固一遍井壁支冲，3天就能恢复作业。工坊按砖石结构重建，今天就动土。又要你费心了。分内之事，你注意安全。黑石寨地势险要，别硬冲。是关内铁器商会让我干的，他们说宁朔冶铁业起来，我们就没饭吃了。郡主想得太周全了，这下别说失火，就算下暴雨也不怕了。工坊分3个区，冶铁区、锻造区、成品区，各司其职，效率更高。除了农具，以后还要打铁锅、铁钉、水车零件，民用、农用都兼顾。有了好铁锅，做饭都省柴火，老百姓肯定都乐意买。我已经下令，本地工坊赋税减半，鼓励百姓开作坊。
外来商行公平交易便可，谁敢恶意打压、垄断货权，一律按律查办。有这政令，宁树的锅坊会越来越多。走嘞！做梦都没想到能住上砖房，不漏风不漏雨，比以前的土坯屋强10倍。多亏了郡主，不然我们这一家子还不知道要在窝棚里住多久呢。郡主这规划太妥当，排水、采光都考虑到了，比关内的村子还齐整。等开春再种上树，修个公共水井和碾房，住着就更方便了。郡主，北边好几个部落都派商队来了，拉着牛羊皮毛，想换咱们的粮食和铁器。走，去看看。苏郡主，我们可否达成长期交易，用牛羊换粮食、布匹和农具？当然可以，每月开市3次，设公平秤和税源，保障双方公平交易。我是受北境残余势力指使，偷运铁器、刺探防务，想等时机成熟再袭扰边境。此事我绝不知情，愿意配合彻查。沪市开放是为了互通有无，谁若想借机生事、私运禁物，严惩不贷。即日起，铁器、盐铁列为禁运品，只许在沪市现场交易成品农具，不许带出边关。粮食、布匹、茶砖不限。推出苏州话和粗草原刚需，既能让部落得实惠，也能牢牢掌握沪市主动权。郡主考虑周全，我们部落第一个遵守规矩，以后绝不让私运的人混进来。刚到宁朔的时候，到处都是黄沙和破窑洞，才1年多，居然变了这么多。都是你的功劳。报，萧彻、苏右清接旨受封。郡主、将军，今年亩产3担还多，大丰收啊！将军，新兵训练完毕，城墙加固完工，边防稳如磐石。郡主，新村的义巡明天开课，医馆也收拾好了，就等您去接牌呢。有情，谢谢你。是我们一起做到的，这只是开始。以后的宁朔会有更宽的官道，更多的工坊，更好的学堂，会成为真正塞上明珠。往后岁岁年年，我都陪着你，守着这座城，守着你。